上世纪80年代初，日本导演来到中国，拍摄了一部关于美食的纪录片《中国之食文化》。片中不仅展现了传承100年的名菜佳肴，还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饮食文化。通过这部珍贵影像，我们能清晰地感知到那时人们朴实又幸福的精神风貌。80年代的首都北京，晨光熹微，护城河畔的柳树下，列队整齐的市民正在练习气功。私家车并未普及，立交桥上显得很宽敞，桥下则是拥挤的自行车流，大家都匆匆忙忙地赶着上班。由于双职工家庭居多，人们大多习惯在外就餐，所以催生了大大小小的早点铺。位于京城北部的隆福寺小吃店是其中的典型代表，据说每天的客流量达到了13000人。早晨6点半进店，已是座无虚席，人们默契地拼桌进食，多而不乱，秩序井然。应和北方人的饮食习惯，这里的早餐以面食为主，双色馒头形如花朵，暄软无比，焦圈入口酥脆，油香扑鼻。油条色泽金黄，外酥内软，这些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主食。饮品可以选择加糖的豆浆，再来一根油条，堪称绝配。用绿豆磨成的豆汁，酸甜可口，同样也是老北京人的最爱。还有浇了卤汁和辣椒油的豆腐脑，早餐来上一碗，打开味觉，提神又醒脑，营养又丰富。热腾腾的小豆粥，口感绵密，喝一口让人身心畅暖。小吃店没有那么多规矩，顾客们边吃边随意谈笑，然后带着满满的热量和轻松的心情，开始一天的工作生活。北京最闻名于外的菜式当属烤鸭，而当时全聚德则是公认的权威。全身涂满麦芽糖的鸭子放入炉中烤制，期间需要厨师不断翻动，以保持受热均匀。所有的烤鸭都是现点现烤，顾客在等待期间可以品尝其他菜式，比如鸭掌、鸭肝、鸭肉制作的83白，用鸭心和花生爆炒的宫保鸭心等。大概1个小时后，烤鸭制作完成。烤好的鸭子形态饱满，色泽金黄。厨师把整鸭端到餐桌前，当着客人的面现场片鸭。鸭颈部位只去鸭皮，其他部位皮肉相连，均匀切下。上桌后再蘸些甜面酱放在薄饼里，再佐以葱丝、黄瓜条来解腻。接着用春饼卷包裹住就可食用。鸭皮焦香酥脆，鸭肉细嫩多汁，一口下去，脸上洋溢着满满幸福感，或者小口下去，细细品味，肥而不腻。作为五朝帝都，北京既有多彩的平民饮食文化基础，也有来自宫廷菜肴的顶尖烹饪技术。清朝乾隆皇帝被称为顶级美食家，故宫存放的节次照常膳底档完整记录了他的日常饮食。随着大清王朝灭亡后，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佳肴也逐渐地流传到寻常百姓家。坐落在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是宫廷菜肴传承的杰出代表。仿膳山庄不但保留了传统宫殿的建筑装饰风格，做菜的手法也基本与皇宫御膳房一致。这里菜品讲究的是精细滋味和柔和口感。芙蓉燕菜就是一道典型的宫廷菜，经常出现在乾隆皇帝的食单上。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，首先要选用顶级官燕，经过多次冷水、热水发制，小心剔去燕窝中残留的羽毛和杂质，然后将其浸入鸡汤中入味，取蛋清加盐、黄酒和高汤，搅打起泡后上笼蒸制，
蒸好的蛋清色泽洁白，宛如芙蓉花朵，再将炮制好的燕窝铺在上面，浇之清汤，方才完成。此菜口味细腻丰富，营养价值很高。据传乾隆皇帝之所以长寿，就跟他爱吃这道菜有关。红烧熊掌也是仿膳饭庄的代表菜品。选取黑熊前掌，沸水煮至2小时，剥去皮毛，再经多次泡洗，去除膻腥味，然后将鸡、鸭、连骨斩成大块，与猪肉、熊掌同煮，吸收高汤鲜味后，把熊掌取出，切片蒸制，然后淋上调制好的红烧芡汁，这道经典名菜就做好了。此菜味道醇厚，食之口舌生香。出于保护野生动物的原因，如今熊掌已被禁止食用，我们也只能在影像中领略其风采。除此之外，二龙戏珠、凤尾鱼翅、金鱼鸭掌、蛤蟆鲍鱼，以及豌豆黄、芸豆卷、栗子窝窝头，这些都是曾经宫廷里的名菜。随着天气转凉，吃涮羊肉的季节到来了。东来顺饭庄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虽然当时已有切肉的机器，但东来顺还是坚持手工片肉。肉选取羊后颈的上脑部位，每一片都粉红鲜嫩，肥瘦相间。酱汁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涮羊肉的美味程度。东来顺提供包括芝麻酱、虾酱、酱油、辣椒油、韭菜花、葱花、香菜等原料，顾客可以根据口味自行调制。涮锅是用烧炭的老式铜锅，一家人团团围坐，热气氤氲之间，边涮边吃。夹起羊肉卷，放入沸汤中，肉不离块，只需几秒过后就能入口享用，可以说是秋冬的绝佳美食。除了东来顺之外，烤肉院也是这个时节颇受欢迎的餐馆，提供了全北京最好的烤羊肉。切好的羊肉首先加入酱油、黄酒、糖、姜蒜汁等进行腌制。饭堂中央有一块巨大的圆形铁板，据说有上百年的历史。铁板上遍布凹槽，便于油脂流出。大厨将腌好的羊肉铺在加热的铁板上，一时香气四溢，引得众人食欲迸发，就差流口水。再加入葱白丝、生鸡蛋相辅，葱能去腥增香，鸡蛋则让肉的口感更加嫩滑。烤好之后，撒一把香菜，倒一点麻油，就可以上桌了。烤肉院还提供自助服务，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佐料进行烤制。虽然不如厨师手法纯熟，倒也乐在其中。北京菜发源于鲁菜，做鲁菜的饭店也遍布京城各个角落，丰泽园饭店便是其中翘楚。相较于其他菜系，鲁菜的风味更加浓厚。爆是鲁菜经常采用的技法，用油量大，炒制迅速。盐爆鱿鱼卷就完美地展现了该菜系的烹饪技法。首先采用发制好的干鱿鱼，修整规则后打麦穗花刀，确保每刀之间间距相等。其精湛的刀法行云流水，让拍摄人员都忍不住赞叹。当把鱿鱼切断备用后，再将盐碎切断，葱姜蒜切丝，随后用料酒、姜汁、盐、胡椒粉等预先调味，之后将鱿鱼下热水焯制。受热后，切过花刀的鱿鱼迅速成卷，紧接着放入油锅，5秒迅速捞起。此时鱿鱼被炸得已经定型。锅中放入香油，烧至最高温后，将鱿鱼卷倒进去翻炒，再撒上一些黄酒，猛火快炒，然后放入调味料及香菜。整个过程一气呵成，只需30秒即可出锅。这道菜锅气浓厚，馥郁鲜香，香菜芳香开胃，鱿鱼口感爽脆，
传承至今依然是道下饭美食。北京人爱吃面，不过其发源地为邻省山西。位于琉璃厂附近的晋阳饭庄就以各式面食闻名。首先，这要考验白岸师傅的拉面功底。面要和得既柔软又具有韧性。只见他使用巧劲进行抻拉，蘸取大量面粉，防止粘连。前后不过1分钟的时间，面条就变成了银丝一般细的龙须面。这样细的面，水煮则断，所以必须先下油锅炸。另外，店里还有刀削面，厨师左手举着面团，右手使用特制削面刀，快速把面削进沸腾的锅里。面呈柳条状，柔韧有嚼劲。另有一种技法是剥鱼，面要和得足够软，用筷子沿着盘子边缘将面拨到锅里，现煮现吃。猫耳朵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面食，将面团做成小小的剂子，用大拇指揉压，剂子就变得薄而卷曲，因形似猫耳而得名。众所周知，颐和园是慈禧太后修建的避暑行宫，听力馆是一家位于颐和园内的饭店，也是以经营仿膳菜而闻名。其著名的全鱼宴皆采用昆明湖内现捕的鱼。这道菜肴名叫金鱼卧莲，用皮蛋雕成金鱼样式，栩栩如生。接着是宫门凤鱼，一浓一淡，可以同时品尝2种风味。浓的属于全油炸，淡的则是半炸。端上桌后，鱼嘴仍能吸动80多下，这样可以吸收芡汁提味。最后就是这道金水肚粥，蛋白在下如同海浪，蒸鱼在上比喻小船，旁边的七彩鱼丸看着也十分赏心悦目。再辅以多种宫廷面点，尽显皇家气象。北京秋冬气候寒冷，民间多以高热量饮食为主，又因是全国首府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全国名厨基本汇集于此，所以京菜融合了地方菜、清真菜、宫廷菜的精华，无论平民小吃还是皇室风味，全都口味浓厚，质感多样，四季分明。大厨手艺精湛，食物货真价实，人们很容易得到满足，同样也就觉得很幸福。一切都欣欣向荣，充满希望。这些美食也代代相传，形成了如今的中国饮食文化。北京烤鸭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北京著名菜，起源于中国南北朝时期，时珍录中以既有制鸭，在当时是宫廷名菜，用料为优质肉食鸭，果木炭火烤制，色泽红润，肉质肥而不腻，外脆里嫩。北京烤鸭分为2大流派，而北京最著名的烤鸭店也即是2派的代表。它以色泽红艳、肉质细嫩、味道醇厚、肥而不腻的特色，被誉为天下美味。北京烤鸭的做法如下：原料光鸭约4斤，京葱或葱段2颗，甜面酱2汤匙，薄饼适量，青瓜切条半个。制作过程：1. 鸭于一底外开1孔，取出肠脏，可请鸭蛋代劳，洗净，以配料涂匀鸭腔。2. 用3寸长木条纳入鸭腔内，横挡于2翅骨间，插1支管在鸭头部，吹气使鸭全向膨胀。3. 用滚水淋鸭外皮，制起凸点，煮溶淋鸭皮料，涂匀鸭皮，挂在当风处吹干。4. 用叉撑着鸭放在火炉上烧，需反复转动及多次涂油，烧至皮脆即呈金红色上碟。5. 若用炉烤，鸭以锡纸包着烤至8成熟，除去锡纸，再烤至鸭皮呈金黄色取出，用滚油淋鸭皮至脆上碟。6. 趁热将鸭片皮拌以京葱、青瓜、甜面酱及薄饼同时。以上是北京烤鸭的一种做法，您可以根据个人口味进行调整。烤鸭的正确吃法，吃了这么多年，原来吃错了。然后再从左到右，然后再从右到左，就包好了。您可以品尝一下。搞错了，再来。这每一层鸭饼中间都有张这个防粘纸，这不可食用哈。创新吃法的话是先抹点蒜泥，还是第一次吃烤鸭蘸蒜泥呢。对，
然后均匀的涂抹在这个鸭饼的上方，然后再取2到3片鸭胸肉，蘸少许甜面酱，然后竖放在涂抹蒜泥区域，然后再取3到5根葱丝，再取一点的心里美红萝卜，这红萝卜再我以为取一点的上是山楂黄瓜蒜呢。泡菜。包法的话是采用刚才的婴儿式折叠法，这种好做的话就是美观而且不露酱。然后从右到左，这包好了。这烤鸭吃的是真高级。